猛哥有猛料，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大家好，我是李猛。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一个大家都能感觉到的，但又可能没有仔细琢磨过的这个现象：中国年轻人呢，好像越来越买不动了。这可不是小事，背后藏有很多问题。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6个关键的信号，看完你就知道这购买力雪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信号1：商场空荡，奢侈品遇冷。不知道大家最近呢去商场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热闹的不行的这个商场啊，现在人少了好多。就连那些奢侈品店，店员都比顾客多。想当年呢，LV 这个门口那可是排着长队，网红餐厅呢也得提前好几天抢号。现在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数据上来看，2025年这一季度啊，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高端商场人流量啊同比下滑了35%，奢侈品市场整体下滑了18%，创下了10年来最大跌幅。这意味着什么？说明不光是咱们普通人不敢花钱了，连那些有钱人都开始收紧了口袋。高端消费的停滞可不只是消费降温那么简单，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消费信心的塌方。以前大家觉得为了一片光明，花钱了也不心疼，现在呢对未来呢充满担忧，自然呢就不敢大手大脚的消费了。信号2：一线城市房租下跌。老李2009年来到深圳，在深圳生活了16年，有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在这个物价好像什么都在涨的年代，有个现象却很反常，一线城市的房租居然降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租金呢平均下跌了5%到7%。房东们呢为了留住租客，又是主动降价，又是减免房租，甚至还送月租。这背后的这个真相啊，其实还挺扎心的。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续租了，直接回老家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业机会减少，人口流动变化，年轻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好工作，赚不到钱，自然呢就负担不起高昂的房租。飘在大城市的人少了，核心城区的这个空房率上升，房子呢供过于求，租金呢也就不得不降下来。信号3：必需品畅销，非必需品爆冷。再看看我们的日常消费啊，米面油这些生活必需品销量还是很稳定的，毕竟呢人是铁，饭是钢嘛。但呢那些高端护肤品、洋酒啊、进口牛排之类的非必需品呢就没有那么好运了，通通都躺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国家呢统计局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啊，食品消费上涨了23%，可酒类、进口食品消费下跌了5.7%，化妆品、服饰消费呢也下降了12.8%。消费者的心态已经从要我爽变成了别让我穷。现在大家在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客单价下降，但呢下单的这个人数却还在增加，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花小钱过金日子啊。以前买东西可能更注重品牌和品质，现在的性价比才是王道，能省一点是一点嘛。信息4：网红餐厅冷清，外卖白菜价套餐来热卖。以前周末或者节假日，一家人出去下馆子是常有的事，人均100多的餐厅呢也总是人满为患。但现在呢，这些餐厅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相反，30元以下的这个外卖却引来了爆单。美团的数据显示，高消费的餐厅的这个订单呢下跌了26%，而20元以下的这个刚刚好的套餐的订单呢增长了45%，甚至连电饭锅、火锅、电炸锅这些厨房用品的这个销量都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开始在家里做饭省钱了，一顿饭都要精打细算。这说明生活的压力已经实实在在压到了大家的生活底线上，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信号5：豪车失宠，小电车、二手车受青睐。汽车市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呢代表身份和地位的这个奔驰、宝马销量下滑了24.3%，而10万元以下的微型这个电动车销量却暴涨了56.7%，二手车的成交量也上涨了近20%。这说明什么呢？不是年轻人不想买车，而是预算真的不允许。以前买车呢可能是为了面子为了彰显身份，现在呢大家买车更看重的是省不省油、停车难不难、保养贵不贵的问题。毕竟呢生活的压力摆在那里，每一分钱呢都要花在刀刃上。信号6：疯狂存钱，投资呢无人问津。最后一个信号也是最能体现我们年轻人消费心态变化的，那就是大家都开始疯狂的存钱，而对这个投资却避之不及。2025年1季度，银行存款暴涨，新增了4.7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32%，创下了新高。但与此同时理财产品基金的这个销售额却下降了18.3%，这就是典型的预防性储蓄。大家不敢花钱，也不敢投资，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哪怕利息低一点，也要收入本金。更夸张的是连年轻人也开始狂存钱。某银行数据显示，25到35岁这个人群月均储蓄上涨了28%，比收入增长还快。这背后反映的是大家对未来的担忧，就业难了，收入涨不动，物价压力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天就成了大家应对这个风险的最直接的方式。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年轻人购买力的这个雪崩呢？我总结了以下几点：一、就业形势严峻。现在的就业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啊！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涌入，而就业岗位却没有相应的增加。25到35岁的青年的失业率高达12.4%，大学生就业率更是创了10年新低。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只能找到一些收入很低的工作，自然就没有钱来消费。就算有工作的人，也担心随时会失业，所以花钱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能省则省。二、收入增长缓慢。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这个物价的上涨，这是很多年轻人都面临的问题。虽然经济在发展，但大部分年轻人的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且随着这个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比如房租水电费食品价格等等，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可支配收入的也越来越少，购买力就会越来越弱。三、高房价的压力。房价一直是压着年轻人身上的一座大山。为了买房，很多年轻人不仅要掏空自己这个积蓄，还要背负着几10年的这个房贷。每个月的工资一大半都要用来还房贷，剩下的钱还要用于日常生活的这个开支，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消费？而且高房价还让很多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买不起房，这种心态也会影响他们的消费的意愿。四、消费观念的转变。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了各种社会变化和经济波动，消费观念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盲目追求品牌和奢侈品，而是更加注重性价比和实用性，相信极简主义。同时，年轻人也更加的理性的看待消费，不再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而过度的消费。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体消费市场的低迷。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其实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信号，积极的采取了措施。2025年国家发改委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比如发放这个消费券降低个税减轻社保负担，强化青年就业支持，鼓励中小企业增岗稳岗等等。4月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定调，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稳就业、增收入、强信心。对于普通年轻人来说，在这样的这个经济环境下，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一方面要控制非刚需的消费，少打开橙色软件，留足安全垫，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优势，发展副业。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你观察到了什么样的经济下行现象？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